昨天联系了几家修车行，然后定的是今天上午10点到他那儿去修车。吃完早点之后就准备出发。在昨天跟他定完了时间之后，我就是在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就在这儿休息了1天，然后我没有走，一会儿就准备出发。白天看，这就是昨天打的，这应该是一个圆的金属的东西打的，基本上这块玻璃就废掉了，需要找一家修车行去换玻璃。现在就准备出发了。我用了一下 Google 地图，看了一下要有50公里，大概要行驶40分钟左右。现在我就到了这个修车行，这个修车行是 One City Auto Class， 是专门换汽车玻璃的。经过50公里40多分钟的车程，终于到了这里。由于高速公路401修路，也就是耽误了几分钟。现在我们进去就说一声。Ford Transit is the front windshield class. Yeah. Take keys. Okay. There. 这个汽车玻璃的修理行是位于刚刚进入温莎市的边缘。现在这个玻璃换好了，这个橘黄色的胶带要24小时之后才能取下来，而且要2天之内不能洗车。现在就可以出发到温莎市内去转一转。换这个挡风玻璃是一共花费了750加币。我现在来到了与美国有1条河之隔的温莎。温莎是安省非常重要的一个通往美国的口岸。有2个通往美国的口岸，一个是从水上通过桥梁呢通往底特律，另一个是通过水下然后到达底特律。我身后这几栋建筑就是底特律的一个市中心的建筑，这个就是底特律城，过去曾经的是汽车工业中心。虽然说没落了，但毕竟还是世界的汽车产业制造中心之一。我身后就是安省的温莎市。温莎是安省西南部连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一个城市，是加拿大最南部的一个城市，有人口20多万人。温莎是加拿大所有的通关口岸中最繁忙的一个，有2个通关口岸，一个是走水下的隧道，水下隧道通往美国。这个地方是通过水下的隧道通往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
这座隧道是1930年建成的隧道，后来经过扩建，形成了一个几车道的一个隧道。这是从美国底特律通过水下的隧道进入到温莎尔，在这儿通关进入加拿大。水下隧道一般走个人的小型车辆，大型的商用车辆也可以走，但大部分商用车辆还是更喜欢通过水上的桥梁来往美国、加拿大。每天有上万辆商用卡车通过底特律河上的桥梁来往加拿大和美国。这个通关口岸应该是加拿大和美国最繁忙的一个通关口岸了。记得之前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多伦多的垃圾运送车成队的从多伦多出发，经过401，通过这里进入美国的密西根州，将垃圾呢填埋在美国的一个垃圾填埋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垃圾车。温莎由于与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隔河相邻，这里的经济同样是与汽车相关行业有关，再加上钢铁行业，可以说是加拿大的汽车之都。近些年还发展了其他的行业，如食品、饮料、制药、教育、旅游，是除了汽车相关行业之外，现在温莎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柱。这是美国汽车工业公司克莱斯勒设在温莎尔的一座办公大楼，也是一座研发的大楼。过去也有不少的住在温莎尔的人呢，每天早晨都去往美国底特律上班工作。温莎的历史不是很长，在18世纪还是只有几座农场的地方，市区的建筑也都比较新。温莎尔的电影院，也就是从教堂还能看出来这个城市的年代。这是温莎市的市政府前面的广场公园，这是温莎的市政府大楼。这栋房子是温莎最老的一栋房子了，建于18世纪末。过去是一个农场屯兵的地方，为了抵抗美国方面的进攻，这栋建筑就是过去保护这个农场而成立了一个武装人员的驻地。现在这里是一个博物馆，供人们参观，了解当时的历史。
河景观可以吸引很多在此休闲健身的人们，也可以坐在河边看着对岸底特律的风景。这座圆形的是通用汽车的总部所在地。坐在这看着对岸，虽然和鼎盛时期的底特律相比衰落了一些，但依然比对岸的安省的温萨尔呢要繁华得多。毕竟温萨的人口仅仅不到30万人。温莎大学是温莎的另一张名片，下期视频会介绍温莎大学。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次见。